第24课，自由意志与神的全知矛盾。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剧情惊人的电影，到结局才发现，哇哦，原来主角早就被操控，所有选择都是幻觉，例如《楚门的世界》、骇客任务或全面启动这类电影。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你正在做一个选择，犹豫要不要换工作，你列了利弊，算了工资，祷告寻求，最后你做出一个自由的抉择。但就在你做决定的那一刻，天上的神却早已知道你会选哪个，甚至更震撼一点，他从你出生前就知道你会这样选。这时候有人就会问，既然神是全知的，他早知道我会做什么，那我还有选择权吗？如果一切早就知道了，那我还自由吗？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如果神早知道某些人最后会拒绝他，还会灭亡，那他为什么还让他们出生？这些不是冷冰冰的哲学问题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灵魂追问。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被讨论千百年的自由与全知之争，一起走进科学与信仰交汇的边界地带。先从科学的角度切入，在2008年，德国神经学家 Benjamin Libet 做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实验。他发现，当一个人意识上决定要做某个动作时，大脑中早在几百毫秒前就已经启动了行动的准备程序。简单说，你以为你是自己决定要按下按钮，但其实大脑早就决定了，只是你以为你是自由的。这实验一出，很多人开始说，自由意志其实只是幻觉，我们不过是生物机器，被基因、神经、环境、社会决定的一组演算法而已。再看人工智慧的发展，许多行为预测模型已经准确率超过人类自己对自己的判断。AI 根据你过去的选择，能预测你下一步可能买什么、看什么，甚至喜欢什么样的人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自由根本是伪命题？那么当圣经说你要选择生命，你若愿意等等这些话时，到底是认真的，还是只是神戏弄人的自我感觉良好？但你心里知道，有些选择你真的在挣扎。我们回到生活，你曾经挣扎要不要报复伤害你的人吗？犹豫要不要诚实面对痛苦吗？在爱与自私之间痛苦过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被写好的演算法，为什么会痛苦？为什么会后悔？为什么有些选择你知道你可以走两条路，只是你挣扎着才选了一条？这正是自由意志存在的迹象。自由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影响力，而是你有能力在选项中挣扎、选择、承担后果。回到信仰核心，神的全知不等于命定强迫。我们要先澄清一个核心误解，神知道你会这么做，不等于神强迫你这么做。这就像，如果你很了解一位朋友的性格，你可能预测他在某个情境下会爆气，你知道不等于你让他爆气或控制他爆气。预知不是操控，神的全知是他站在时间之外看见整体，但他不是电影导演写死每个角色的台词。圣经说，我今日将生与死、祸与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故此你要选择生命。申命记30章19节。神既知道一切，却仍呼唤你选择，这显示他尊重人的意志。就像父母知道孩子一定会玩到跌倒，但还是让他学走路。因为只有让人真的走、真的跌、真的选择，
才可能有真的成长，真的爱。自由意志是爱的唯一条件。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，假如你交了一个伴侣，对方从头到尾都是根据程式爱你，你可以写好他说什么做什么笑的方式，但你知道那一切不是真的爱，对吧？因为没有选择就没有爱，没有自由就没有关系，只有程式。神创造人类不是要养一群机器，而是渴望真正的关系。他愿意冒着人类会选错的风险，也愿意因此受伤被背叛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自由，爱才可能是真实的。很多人以为神的全知像是监视器，像是国安局，不给你隐私，让你压力山大。但圣经中的全知不是为了控诉，而是为了拯救。诗篇139篇说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；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。但接下来说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。不是恐惧，而是惊叹；不是羞辱，而是被深深看见的安慰。神知道我们的挣扎、软弱，甚至我们会做出错误选择，他仍选择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不是因为不知道你会失败才爱你，而是他知道你会失败，却仍选择不放弃你。结语，选择是你最宝贵的权利，也是神给你的邀请。是的，神是全知的，他早知道你的一切选择，但也正因为他知道你的挣扎与混乱，他更珍惜你每一次往光明方向的挣扎与转身。自由意志不会让你成为神，但它让你可以回应神。他已经开门，也为你预备道路，你仍有选择，选择相信他，选择接受他的爱，选择不再活在命定的幻觉，而是在真实关系里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。